团长，黑牛白牛到沈阳了啊！你们师徒3人面对我们师徒3人，到沈阳了，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啊！你记住了啊！来，小亮给他整个活，空中翻踢死他！我操！走，出去，出去，走！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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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我先走啊！啥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先走。走，双击，双击。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们直接来看行情。比特币在凌晨时分又开始突击了一波大放量下砸，以太坊也是一样的。这一波下去，应该是造成了很多的空单浮盈，未止盈的多单或者开多单的被爆掉了。而后呢，整个盘面又开始微微的上涨了，但是并没有涨回起跌点啊。那这种现象，我们其实可以分析成为庄家们的一波市场操纵，而且呢，这个时机是在深夜凌晨出现这种操作。一般是可以认为针对华人的让很多合约正在睡觉呢，来不及反应，然后就被快速的爆仓了。不过呢，面具人我认为这种快速的下砸只是爆了一部分的多单，但是这种下砸幅度也只能让空单浮盈，达不到套利的力度，而深套的空单现在也不会解套，因为力度不够嘛。所以呢，这一波操作收割小利润的动机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利润也不大。不过面具人我说了之前一直给大家警告过，越是接近加息日，这种强力的震荡，只要是有利可图的行为，就会越来越频繁。所以呢，这种时机你去开合约是非常的不明智的。而现货操作的话，你就算是把节奏踩得很好，也只能是有一些略微的盈利，毕竟现在这个大趋势不明显，也就是上下震荡，而且震的幅度不大。所以说呢，你就算踩准节奏了，能赚几个钱嘛？而且呢，大部分情况下你还是踩不准节奏的。这就是昨天到今天的基本行情。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讲话题就要来说一说大环境和一些链上数据的分析，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是否会有好的操作时机。毕竟越来越接近加息日了嘛，对不对？那在加息日之前或者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完，非常的重要。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冒风险了，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先来说一个很关键的数据那就是以太坊的7日平均 gas 费达到了1年以来的低点，为29.184。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要分析这个原因和现象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影响以太坊 gas 费的因素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交易量的影响，活跃用户的影响。以太坊的 gas 费是有竞价机制的，你给的 gas 费越高，你的交易就会被优先完成。所以呢，交易量变大，则 gas 费自然会变大，反之亦然。所以活跃用户的变少，就会导致 gas 费的变低。当然了，这个活跃用户不一定是散户也有可能是各种交易机器人也有可能是一些交易所或者项目方的控盘机器人。那我们并不能从 gas 费降低了就判断牛来了或者熊来了。不过呢，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项目方可以决定的，那就是区块链的大小。那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讨论就单独说
gas 费降低，市场活跃度也降低了，这是有关联的。那这种现象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有少量的资金就能拉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啊，目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尤其是比特币啊、以太坊，它的盘面并没有太大的拉幅。在昨天一大波下砸了以后，现在只是缓缓的向上拉，然后呢拉一拉还有比较大的下砸。为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链上数据啊。目前超低位的比特币出现了明显的减持，高位套牢的比特币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减持。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接近加息日了嘛？所以呢，很多用户们他们担忧加息日会加75个基点，或者呢，万一加100个基点，那整个市场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跌幅嘛。这是基本情况啊，没有任何意外情况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的跌幅嘛。加100个基点，那肯定是一根大阴线砸下来嘛。所以呢，这就导致了有些人急用钱，不想扛风险了，选择止损或者是止盈。那高位套牢的人急着用钱，哎，算了，想着接下来可能会大跌，那我现在就把钱先抽出来吧。同理，止盈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对接下来的加息日的前后的走势不看好的一种操作行为。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啊，这一次加息的公布啊，整体的环境非常复杂啊。这一次加息的公布是一套组合拳。27号公布加息情况，28号呢就立刻会公布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那这两个因素都会对整个市场行情造成巨大的影响的。最爆冷的情况就是，一种极端情况啊，你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只加息50个基点。第二天呢，再公布美国经济衰退。如果出现这两种现象啊，有可能算是利好，这会预示着下一次加息或者 CPI 公布之前，机构们会有一个比较良性的操作空间。但是，排除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比较低，还会有其他的组合，比如说加息75个基点，或者是加息100个基点。第二天呢，公布的这个 GDP 达标或者是未达标，这中间能组合出来非常多种的影响因素。那任何一种组合都会对盘面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个政策因素我们是无法掌控的，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链上数据来得到一些支撑，去支持我们尽量做有利于自己盈利或者降低风险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链上数据啊，就看最近6个月的数据啊，抛压是逐渐下行的，也就是昨天到今天，整个抛压稍微剧烈了一点点儿，但是整个大方向是从6月之前到现在啊，抛压逐渐的向下的，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波动，比如说上个月啊，那个波动是比较大的，不过整体是向下的。而且你们仔细看一下啊，这2天的资金费率，尤其是昨天到今天啊，资金费率从有点看多变为了看空了。那么这也就预示着市场情绪啊，对接下来的几天，尤其是加息日的前后啊，不是很看好。总之呢，结合各种指标来看啊，现在的风向依然很乱。如果你不是做长线准备的话，仅只是想做个短线玩个合约，那么接下来的这1-2天你是没有太多的合适的入场机会的。哦，对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时间点啊，那就是11月8号，美国的民主党就要面临选举了。那么经济衰退或者是加息加得太狠，对作为当权派的民主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为了选票和维稳经济的需要，政府可能会做出对市场繁荣有好处的举动。所以呢，各位纠结一下各方因素啊，你们看，利好或者利空，经济衰退派或者是经济繁荣派，加息加多少，还是说加的不多，还是说这个 GDP 会达预期或者是不达预期，
各方面因素都在互相纠结拉扯。那么风向越乱，你现在卷入到风暴当中啊，你去做一个风险举动，那你被龙卷风撕碎的可能性也就是越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远离漩涡中心啊，你最多投石问路一下，扔上个3瓜2枣的啊，扔进去听个响声啊。但是我认为啊，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啊，偏多的概率不低，除非币圈再有什么卢娜跑路、3件跑路之类的爆炸性事件，否则呢，月底的这段时间，接下来26号、27号、28号、29号出现了相当的低位，那么这种情况对长线玩家来说是一个可以入场的时机。还有一个关键数据，那就是你们看图啊，非常关键，这个很关键啊！你们看到图了以后，应该能明白些什么了吧？那就是这一次加息之后，市场就拥有了2个月的缓冲期了。7月份加完息之后，接下来要隔很长时间到9月份才会加息的。那么这相较于6到7月连着加息的情况下，市场就会有一个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包括营造市场氛围。而且呢，9月开始，拜登就要备战选举，那么他就会必然的去争取温和的经济政策，不能再打压经济了。还有，我们再回顾一下啊，之前的加息，6月之前的加息，中间也有间隔过比较长的时间，而在那段时间，市场是有一定的繁荣反弹的。所以呢，结合这个指标，我们来看啊，基本面、政治面、环境面啊，都是指向有可能会向好的温和的预期啊，不排除爆冷的黑天鹅情况下，那么月底出现了比较大的低位，你如果是想做一个2、3个月、1、2个月的长线投资，找机会盈利的，那如果你是这种投资心态的话，你是可以尝试入场的。所以呢，月底会有不错的入场时机。我个人的话，也会在这个时间段找时机入场啊。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龙卷风非常的暴烈啊，不适合你强力的风险卷进去。就像啊，你穿个裤衩子就奔到龙卷风中央了，那就是开合约的用户就是这种行为啊。总之呢，接下来这几天，如果说有非常合适的能撸羊毛的入场时机，能让你赚钱的时机，我会及时的在会员群公告里面提前说的。就像我这几天给大家展示的那些公告一样啊。前2天我也说，哎，短线会涨，你们跟上一波玩一玩，赚点钱就行了啊。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参与我接下来的好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哎，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22